欢迎大家收听每晚一个恐怖故事。今晚已经是第10晚了。昨天我们说到，我打算跟我朋友回他老家，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一些新的故事。从这里去他老家还是有几天路程的。既然这样，不如说说我是如何和他认识的。我是一名编辑，普通的编辑，每天像孙子一样约稿、审稿、校稿、排版，一天接一天，似乎重复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。直到2年前的一天，那段时间新闻特别多，记者不够用了，老总在空调室里大笔一挥，让我去前几天兼职记者，注意，是没有任何附加酬劳的。每期名曰年轻人该多锻炼多学东西，于是劳累一天的我还要抽空去采访新闻。不过也是好事，我终于可以不用在那该死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了。我接到的第一个事件就是一名小孩在戏水时溺死了，小孩才12岁，他父母几乎精神失常了。不过在我们这个天然和离市区很近的城市，每年入夏都有大批小孩去游泳避暑，当然每年也有一定数量的孩子永远和父母分开。说老实话，我不想去采访当事人的家属，这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。我把重心放在出事的地方，很普通的河岸，而且离报社没多少路，我经常骑车经过，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游泳。还有比那出事小孩年纪更小的，我随便采访了几个人，教条似的问了几个关于落水防范的问题，正准备收工，发现远处站了一个年轻人，身材修长，皮肤很白，看他的装束似乎是一个旅游者，因为他身上背着硕大的行囊。我看见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非常奇怪，显然他不是来游泳的。我暂时把这事放了下来，但没过多久，那个河岸居然又有小孩出事了。不过万幸，小孩被救了，而且当时我就在旁边，我也是偶然路过，就听见一个中年妇女头发凌乱，向人大喊着救命。我把自行车一扔，连忙跑过去，河边围了几个人，但都水性不好，小孩落在深水区，刚才好像还露了个头，现在已经完全看不见了，看来凶多吉少。我正准备打电话，这个时候就感觉身后一阵风，我一看竟然是昨天的那个怪人。不过他迅速脱去了外套，冲向水面，我似乎看到他在入水的时候在手腕上绑了什么东西，好像是一根红绳。过了会，这个人抱着孩子上来了，孩子的母亲像疯了一样赶紧跑过去接过来，连谢谢也忘了说。出事的孩子大概也就11、12岁，脸上青紫青紫的，一动不动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救。他也累得够呛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好勇敢，我是报社的记者，我能采访下你吗？第一手资料不能放过。他瞟了我一眼，冷声说道，你有功夫还不如帮帮那位可怜的孩子。我尴尬地耸肩，我能做的只有报警。不过你怎么天天都在这里晃悠？他看看我，一言不发地走了。我心想，架子很大呀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对话，还是很有趣的。不过孩子没救活，这件事渐渐传开了，说河里有水鬼，据说被捞上来的尸体的脚踝上都有乌黑的手印。上次我也没仔细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不过老总交代，一定要找到救人的那位小伙子，特写一番。报社永远是这样，唯恐天下不乱，传媒传的不就是媒吗？我没去找他，我知道他旋回来这里。果然第2天早上，我以采访为名，又在河边见到了他。你果然又来了。我走过去友好的伸手，他很有点惊讶地看着我，随即又恢复了冷冷的态度。你怎么也来了？因为我知道你会来啊。放心，我不采访你，我只是直觉到最近这么多孩子溺水有点问题。他盯着我看，眼神很犀利，看得我很不自在，忽然奸笑着问我，你相信世界上有鬼神吗？我笑了笑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我虽然不是很相信，但也不完全否定，就像问是否有外星人一样。传闻虽然多，但没一个拿得出手的证据，如何相信呢？你是个很理性的人，只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果然是做记者的。他大笑了起来，露出2排整齐而雪白的牙齿。这样吧，如果你有时间又不害怕，今天我让你看看证据。他把身上的行李脱下来，翻了半天，拿出一些潜水工具。会潜水吗？他把工具扔给我，我点点头。实际上我的潜水只局限于去年夏天在市游泳馆那几米深而已。那就好，来，把这个系上。他扔给我一条红绳，果然是上次看他系在手腕上的。我没去问，像这种人愿意告诉你他会主动说，不愿意问了也白搭。说是潜水工具，其实很简单，不过是个带管子的护目镜。
我们从河边下去，以前还没真正下过河，下去后大概过了6-7米猛的深了。看河面很干净，没想到下面却模糊，还漂浮着很多絮状物。还好水的位不大，还能忍受。就在接近深水区的时候，他停住了，做了个阻拦的手势，然后指着前面，估计叫我注意看。可是我什么也没看到，只看到几个孩子依旧顽皮地在我们附近水面上玩耍。但我忽然发现前面模糊的水域好像上来了什么东西，颜色不是很清楚，但依稀看得现有4只。它划水的样子很滑稽，前面的2条不知道该叫手呢还是脚，要长许多，就像海豹一样。等走得稍微近了，我才看清楚，居然好像是只猴子。说是猴子完全是因为除了那前面突出的前肢以外，它所有的特征都是猴子嘛，圆圆的脑袋，毛茸茸的身体，还有那卷曲的猴子尾巴。不过前肢上好像有类似蹼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最奇怪的是它的尾巴末端好像有一只手。猴子谨慎地慢慢靠近上面游泳的小孩，现在它离我们更近了，但奇怪它能发现孩子却发现不了我们。只见它如捕猎一般接近着孩子在水下的腿，它把尾巴伸了过去，上面的手一下就死死缠住了孩子的脚踝部位。我太惊讶，想划过去阻止，但居然被它阻拦了。我愤怒地望着它，他却像没事一样冷静地看着我，暗自骂了一句，拨开他的手劲，直朝孩子游去。那孩子已经被那怪猴子拖得比较远了。我不是很擅长游泳，只好加快速度。猴子本来就不快，加上拖着个孩子，眼看着就要被我追上了。我看准距离，把手伸过去，本以为可以抓住孩子的手，但我却惊讶地发现我什么也没抓住。我待在原地看着那猴子把小孩拖了进去，然后消失在我视野中。这时他过来了，指了指上面，我们只好上岸。怎么回事？我不解道。你看到的是几天前我救小孩看到的情景，你手上绑的其实是很小的红水晶碎片连起来的。这是影晶石，因为我手上也有，这样在水里我就可以让你看见那天我看到的。我仔细看了看，果然不是什么绳子，只是做得太细小，不认真看哪里看得出来。只见他朝我手一伸，又把那什么影晶石要了回去。那是个什么东西，看上去像猴子一样。我对刚才看见的怪物很迷惑。水猴，它们长期生活在河流或者湖泊泥沙多的地方，一般情况下它们不应该会主动攻击人，但这个孩子已经是第3个了。每个尸体脚踝上都能清晰地看见他们拖拽的手痕。孩子不是被他拖走了吗？尸体怎么上来的？我想起当时他好像是把孩子抱上来了呀。被拖走的是灵魂。他忘瞭望众多游泳的人们，不快点解决的话，我怕有更多人遇害。这里水域很宽，我没办法老在这里巡查，而且一旦被他拖住，我也很难把受害者救下来。就像那天的孩子，虽然我尽力了，说到这他有点伤感。那不是你的错，可是水猴为什么老袭击小孩？因为水猴本身就是溺水身亡的小孩的怨灵，在不同的国家他们有不同的名字。有人传闻他们半人半猴，喜欢捕杀水边的人，并吃他们的眼球。在美洲神话中，在日本经过着名的民俗学者石川纯一郎的考证的，却在某些偏僻的河流中存在河童。其实最早的河童传说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上游，那时候他们叫水虎或者河伯。小时候不是有个什么西门豹破除河伯娶亲的故事吗？后来到日本后被传为河童，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解释，说的我却一愣一愣。水猴后来被夸大了，其实他们从来不主动袭击人类，一般都以河中的动物灵魂为食物，而且躲藏在极深的泥沙之中，十分罕见。也就是说，要想先解决水猴，必须先知道他们异变的原因，是的吧？他点了点头。我望瞭望江面，看到几条巨型的船，我想我知道了。我指着那几条船，那是采砂船。以前这里的泥沙资源很丰富，不过最近几年开采泛滥了，都拿去工地施工用。开采泥沙几乎没什么成本，现在采砂的人越来越多。昨天好像还说连桥基都有坍塌的危险。他低头想了下，对，没错，水猴不堪被扰才这样疯狂的报复。这个水猴已经拿走3个孩子的灵魂了，我怕他能力再长的话会对成人下手了。还没说完，河边游泳的人发生了骚乱，原来又有人出事了。我们赶到河边，人已经被冲走了，据说是个大学生，他的同学都在旁边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全身颤抖。我赶紧问其中的一个怎么了，
他非常害怕地答道：猴子把他拖走了，糟糕！现在普通人也能看见他了，我们必须马上让他们停止采沙，并让水猴回到他应该待的地方去。那个年轻人收拾起东西朝公路走去，河岸的旁边就是公路，也是田河造的。等等我，还有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啊？我也赶过去，我可不想放过了这个机会，并不是我想报道什么，而是我向来对这种事很感兴趣。我叫季言，你叫我小四吧。他转向我，你呢？欧阳轩辕。他听了笑道，你名字够拉风，我也笑笑，小四也很有趣啊。半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了水上公安局，已经死了4个人了。我希望你们赶快阻止他们采沙，而且暂时封锁河岸，只需要给我1天时间就够了。季言对着值班的警察求道。值班警察戏谑地看着他，做了个出去的动作，又看报纸去了。季言刚要发作，我抢先拦住他，做了个让我来的手势。我是报社的记者，最近多人溺水身亡，已经引起广大市民恐慌。如果你们再不配合我们，我将以不作为的失职为标题报道你们。说完，把我编辑证按住编辑2字，在他面前晃了晃。值班警察的脸色变了下，但马上又恢复了，不过语气好了点。没想到我们报社居然还有点名气呀！这个我做不了主，但我可以让你们去见下局长，他正在里面。我心想也对，能见个头也好。局长很瘦，颠覆了我一贯认为官咸与体重成正比的想法。看得出他经常在外工作，皮肤黝黑，我看不清楚他什么样子，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他正在看什么报告。你好，我拿出编辑证，打算继续忽悠。收起来，你们在外面我就听到了。局长头都没抬，让我汗颜。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，但你们必须给我个明确的理由。局长抬起头，一张如钩般的双眼直视着我们，看得有点发毛。季言走过去，双手撑在桌子上。现在随时都有人会遇害，至于证据，在事情结束后我会让你信服的。局长摇了摇头，封锁河岸不是小事，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原因教我如何执行。我拉了拉季言，小声说，不如告诉他水猴子的事吧，他能相信吗？季言嘀咕道。不料局长突然站起来，声色严厉地喊道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什么水猴子？我被局长吓到了。倒是季言正色道，的确是水猴，他受到采沙船的影响，所以出来袭击人类。今天他刚刚袭击了一个大学生，再不阻止他，我怕就来不及了。局长盯着季言看了好久，终于说，好，我会尽快去封锁河岸，并通知沙船离开。其实早叫他们不要过度开采，但他们不听。我惊讶局长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相信了，真奇怪。河岸只能封锁6个小时。不过季言说足够了，等到黄昏之后，河水变凉，最适合对付水猴，我们只好在河岸边焦急地等待。结果我居然睡着了，也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，猛地醒来，天已经漆黑一片。我赶紧看了看时间，7点了，差不多了。但我没看到季言，整个河岸就我一个人，寂静的有点吓人。季言，我站起来高声呼喊，结果只有风声，别叫了，我在这里。我朝声音处看去，果然他从河里慢慢走上来。现在河水温度已经到20多了，有点凉，我们现在要引他出来。是个好方法，不过现在没人啊，他怎么会出来？我点着头，然后看见他坏笑着看我，我赶紧摆手。我看过水猴拖人，我可不想这么早就死在他手里，这怎么行？万一我挂了怎么办？不会有事的，影晶是你带着，这是经过高僧开光的，有驱邪的作用，而且他一旦抓住你，我可以通过影晶石作为导体逼他上岸，上了岸他就是普通猴子一只了。说的倒是头头是道，终于我还是答应了。但是当我真的走进冰凉的河水，我又后悔了，好奇心真是害死人啊。我慢慢游到离深水区不远的地方，季言则站在岸边，水面很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偶尔一阵河风吹得我浑身打抖。没想到还真冷，按照他的话说，只有在河水温度下降，人的体温可以迅速扩散的时候，水猴会出来。他的视觉不好，在水里靠感应温度来攻击人。我大概和岸边已经有一段距离了，即便我不动，似乎河水仍然在不断把我往深处送，我只好不停地滑动着。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我感觉实在冷得不行了，对着岸边的季言喊了句要上来了，就往岸边游。这个时候左脚一阵疼痛，起初以为是抽筋，但很快那重针刺的灼热感让我知道这绝不是肌肉抽筋，那力量很大，拼命把我往深处拉。还好季言没骗我，起码我没被他把魂拉出来。我一边大喊一边往回游，
于是在开始的几秒我几乎在原地没有动，可能水猴第一次拉我这样有准备而且力气比较大的人。但很快我发现我的气力已经早在冰冷的河水里消磨殆尽，我被水猴猛地一扯，整个人拖到水里，我的鼻腔马上浸满了水，很难受，接着是无法呼吸，一股巨大的力量迅速地拉着我，我马上屏住一口气，打开了手上准备好的防水手表的应急灯。以前老觉得这功能纯属多余，没想到关键时刻居然能救我一命。灯笔直地照在水猴的脸上，灯光不强，但把他吓住了。凭借着灯光，我看清楚了他的脸。这次与上次不同，水猴完完全全的真实的展示在我面前。他比那次体型更大了，而且毛发也竖立了起来，整个面部姑且还保留着几分猴子的特点，但眼睛鲜红，嘴角居然还露出了獠牙，脸上很多部位的肌肉都凸了出来，很吓人。抓住我脚的正是他的尾巴，尾巴末端长着带着倒刺的手，难怪那么痛。我心中暗叫，那个死家伙去哪里了？眼看着我就要被拖到深水区了，而且我也憋不了多久了，难道真要命丧于此？这个时候手腕带着的影晶石忽然发出耀眼的红光，把整个河底都照得红彤彤的。水猴居然放松了我的脚，呆呆地立在原地，跟傻了一样。机会难得，我马上往上游，一出水面立即大口地呼吸空气。我回头一看，那小子正站在岸边，他手中的影晶石也在发光，快把他抓上来。他一边扶着手，一边向我喊，没搞错吧？拉他上来。我不情愿地再次下去，水猴还在发呆，我小心翼翼地靠近，正考虑从哪里下手，看来看去只好抓他的尾巴了。尾巴足有2米多长，我没敢抓他带着倒刺的手掌，直接抓着尾巴慢慢游向岸边。整个过程他如同被催眠般一动不动，我也不知道游了多久，总之游一下回头看一下，生怕他突然醒过来。手腕上影晶石的光芒也在减弱，我直觉感到一旦光消失，水猴会恢复常态，急忙加快速度。好在红光消失之前上了岸，一上路的我双脚无力，瘫倒在地上。水猴在河里还不觉得有多重，上了岸发现他大概有2个成年人那么重，来帮忙。我高喊道，心想我差点都挂河里了。但季言面白如纸，一下晕倒了。我大惊，跑过去一看，发现他手腕上好深一道伤口，地上全是血。我吓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季言自己苏醒过来，苦笑了下，安慰我说，没事，只是大量流血，有点虚弱，我会按住伤口，你赶紧用我的血在水猴头顶画个万字。万字？我奇怪问。是的，佛教里的万字，也就是内罪党标志反过来。快去，他马上就要醒了。他朝的面上的水猴指过去，果然水猴已经开始动了。我把手指蘸上季言的血，在水猴头顶写下万字，水猴突然发出滋滋的叫声，就像指甲划在黑板上声音一样，翻滚几下就消失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受伤了？我把季言扶起来，他看上去好多了，止了血，不过说话还有点喘气。我说过了，影晶石是相通的，我以我的血为屏障，暂时控制了水猴的思维，所以你能制服他，他就这样消失了。没了吗？我看了看刚才的地方，除了一个印子之外什么也没有。不，我们只是消灭他的实体，他本来就没有实体，只是吸收人之后产生的。以后只要不再去打扰他，就不会有事了。他的脸色终于好看了点。我们在河边坐了好长时间，接着打电话通知局长，他马上派了车把我们接回医院。还好我只是皮外伤，季言的恢复力更惊人，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我奇怪他流那么一地血却恢复得这么快。后来警察全面停止了无照采砂，即便要采也严格控制。果然后来没再听见有人传闻被不明物体拉进深水区的事了。局长之所以相信我们，因为他在幼年时候也目睹过水猴，不过很幸运，那时水猴不伤人，这是局长后来告诉我们的。他还说，以前水上人家的孩子大都见过水猴，其实以前他们很安全，从不轻易靠近人，而现在居然把他逼成了杀人的恶魔。局长长叹一口气，我要走了。其实我是医学院的大四学生，利用暑假出来转转的。季言身体恢复后就向我辞行，为什么你的血可以制服水猴呢？我一直想问他，没机会，再不问我就憋死了。不知道，不过听说小时候我的血就可以辟邪，加上影晶石的作用，所以我试了试。他开心地笑道，是。我大喊，原来你以前从没有过抓水猴的经历。
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他摸着后脑勺笑了笑，说着告别我上了汽车，把我一个人傻愣在那里，连在线都忘记了。一想到当时如果办法不灵，估计我就长眠于河底，我就犯寒。2年后，没想到在这所城市，我们又神奇的相遇，或许注定我们一定要走到一起，完成各自的使命。想什么呢？旁边的他推了下我，没，我在想我们第一见面抓水猴的事呢。我被他推醒，哦，很早以前的事了，还是很有趣的。对了，还有几分钟就到了，准备一下吧。他开始收拾东西了。你真准备去相亲啊？我好奇地问。不知道他是否会真的娶一个家乡的姑娘做妻子，不知道，看看再说吧。不过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。你知道我身边一向都没什么好玩意儿出现。他随口一说，然后自知失言，赶快解释。当然，我不是在说你。我斜了他一眼，不再说话。车上的报务员已经在提醒，我们的终点站到了。好了，各位听友，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明晚第11页的故事吧。